梅浆菌肺炎是一种非典型肺炎，又名行走的肺炎，由一种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微生物梅浆菌引起。虽然其名称中带有梅的字眼，但切勿误解，它并非与一般人常见的真菌霉菌有关。梅浆菌属于一类微生物，具有独特的生物学特性，是目前已知最小且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病原体之一。大家好，欢迎来到乐活人生100。这是一个专门讨论生活和健康相关话题的频道。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保健的知识，请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我们非常需要您的支持。那影片开始了。梅浆菌主要透过空气中飞沫的形式进行传播。当感染者咳嗽、打喷嚏或说话时，携带有梅浆菌的飞沫可在空气中扩散，进而感染他人。密闭环境下的长时间接触、空气流通不良等情况也可能增加感染风险。梅浆菌具有一定的传染性，任何人都可能感染梅浆菌，无论年龄、性别或健康状况。梅浆菌好发的年龄群主要影响5到15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特别是学校、幼儿园这种集体生活的地方，由于人群密集，易于传播。然而，成年人也可能感染，且在某些情况下，老年人的风险也会升高。感染梅浆菌可能引发咳嗽、发烧、喉咙痛、乏力、头痛和呼吸急促。这些症状通常在感染后1至4周内逐渐出现，且可能因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在大人和儿童感染梅浆菌的症状上，有一些显著的区别。儿童除了咳嗽、发烧等一般症状，还可能出现耳朵痛和腹痛等非特定症状，而大人则可能更容易感受到严重的咳嗽和呼吸急促。梅浆菌通常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即大多数感染者能够在未经治疗的情况下自行康复，但为减缓症状、预防并发症以及降低传染风险，医生通常会建议患者接受抗生素治疗。抗生素有助于减少病原体的数量，缩短疾病的持续时间，同时减轻症状的严重程度。一般而言，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年龄、健康状况以及病情严重程度来选择适当的抗生素。需要强调的是，患者在接受治疗期间应该完整完成所开立的抗生素疗程，即使症状有所缓解，也不可中断。这有助于防止病原体产生抗药性，确保治疗的效果。大多数患者在接受适当治疗后，会在1至2周内感受到明显改善。然而，个别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且有些人可能会在康复过程中感到疲惫，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康复。重要的是，在治疗过程中保持足够的休息，遵从医生的建议，以确保康复的顺利进行。虽然梅浆菌通常是自限性的，但患者应该密切注意症状的变化，如有持续或加重的情况，应及时就医。此外，在康复期间避免过度劳累，维持良好的营养和充足的水分摄取也是重要的。预防梅浆菌感染的关键在于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实施有效的防护措施。以下是一些实用的预防方法：1、勤洗手，经常用肥皂和清水洗手，特别是在接触口鼻、食物或公共场所后，这有助于防止手部感染，减少病原体传播风险。2、避免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在密闭、通风不良的场所逗留，尤其是当有感染者在场时。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可以减少病原体在空气中的扩散。3、避免接触感染者，如有人感染梅浆菌，应尽量避免与其密切接触，特别是在他们咳嗽或打喷嚏时。4、保持免疫力，保持良好的免疫状态，有助于提高身体对抗病原体的能力。合理饮食、充足睡眠和适度运动都是维持免疫功能的重要因素。5、戴口罩，在感染风险较高的环境中，戴口罩有助于减少吸入飞沫和病原体的可能性。这些预防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地降低感染梅浆菌的风险，同时也有助于减少其他呼吸道感染的传播。梅浆菌虽然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感染疾病，但透过正确的了解和适当的预防措施，我们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早期发现、确诊和治疗是克服这一疾病的关键。同时，遵从医生的建议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预防的有效手段。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如果您喜欢今天这个主题，记得点赞和订阅，与我一同探索更多关于美食和健康的精彩内容。